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视频。今天我想讲的内容呢，是作为小白你第一次出国，你必须要带的物品。然后呢，还有作为我本人在国外现在混迹了10年左右，然后我自己觉得一些非常宝贵的生活和学习的经验，想分享给大家。我之前一直有这个想法做这一类的视频，但是我发现网上的内容其实蛮多的，但是有一位网友叫 Livia， 非常感谢你，他提醒我在做这个视频，然后我发现在网上搜索以后，发现其实东西很杂，不怎么全，然后我今天把它全部归类到这个视频，然后有可能是我史上做的最长的一个视频，因为发现非常多的内容可以讲，然后接下来继续看下去吧。第一部分呢，我想讲的是基本的生活物品篇。第一个呢是电子产品，然后电子产品呢像手机、相机、无人机、充电宝，然后耳机，然后所有的电子产品，希望大家都在国内带过来，因为这边的价格会比较贵一点。然后因为我最近非常想买无人机，然后我在比较了以后，我发现我想买的那个无人机是 Mavic Air， 然后它这边的售价是比国内高大概300欧元左右，而且你在这边买东西的话，它很多零件啊、一些小配件、什么包包之类的，它都不会送，可能只是一个单机，然后最基本的设置。所以说，另外像手机的话，手机这边的话，第一个，它的种类非常少，可能它现在的型号有可能是我们在国内已经是去年的型号，而且它的价格也会贵到100到200欧元。然后相机也是一样的，我现在录的这个相机，我也是在对比了以后，也是在国内请人帮我带过来的，也便宜了大概100到200欧，所以说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说你的一些电子产品之类的，一定要从国内带过来，因为会帮你省很多钱。下一个见吧。第二大类呢是属于衣物类，衣物类呢，其实这边买衣服其实蛮便宜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边很有名的一家店是叫 Harpennies，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叫 Primark， 那里面的衣服非常便宜，但是我建议带的衣服的种类是带1件到2件防雨的外套，因为这边下雨非常普遍，等于是你刚开始来的话，你不想去，你可能没有心情去购物，你可以有1-2件可以就直接穿，到适应好环境以后，你再可以去买。然后呢，衣物类我还建议大家带秋裤，因为这边基本上没有秋裤这个概念。我这边有看到它有卖秋裤，但是质量是绝对没有我们的秋裤的那个质量好的。然后秋裤带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边有的时候冷，然后非常冷，真的是需要穿的。秋衣的话，上衣其实我不太建议带，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带秋裤，因为上衣的话，因为你知道上衣穿出来会比较难看，因为我上衣基本上都是穿毛衣之类的去保暖，但是秋裤的话在冬天是非常必要的。另外一个有关于衣物类的，其实我之前也没有想到我竟然要带这个东西，是袜子。袜子当然有买，而且也非常便宜。要带的原因，我现在给大家看要带什么原因。这边的袜子呢，都是这么长的，大家看到都是这么长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要带的原因，因为这边的袜子，要不就是这么长的，要不就是很长，要不就是它是在那个脚踝以下就超短的。你穿长的，其实因为
我自己本人是不太习惯，因为我在国内穿的都是刚刚好在脚踝上面一点点，然后这边要不就是超长，要不就是超短，在脚踝以下。在脚踝以下，其实我穿可以，但是有的时候你走路走的很多，然后你的那个后脚跟，我经常会被磨破皮，所以说我每次回国的话，都会带一些袜子来这边穿，因为这边买不到像国内那种刚刚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的那种袜子。另外一个也是有关于要抗争这边非常大风的一个工具，就是伞。我在这边有买过几次伞的经历，但是基本上吹2-3次就整个就支离破碎。所以说我在国内每次都会也不是说每次吧，我基本上在国内带的伞的质量都非常的坚固，在这边可以吹，让这边的风吹啊吹。哦，吹呀吹呀，我只叫我害怕。我吹呀吹呀，无所谓，让落寞。大概吹个2-3年没有问题。所以说伞买一把很坚固的伞，然后小小的折叠伞是非常非常实用的。除了伞以外的话，还有一样东西我自己其实也感到惊讶，我需要从国内带的是拖鞋。我可能说实话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在这边的话，我每次去商城的话，我都会去找拖鞋，因为这边我买到拖鞋都是质量非常烂，而且是那种底很平，然后它底没有垫子的那种，就是说你走起路来是很软趴趴的，你没有那种着力点。然后所以说我从国内带来的拖鞋都是你知道底就像你真实的鞋子一样有高度的，所以说你走路就很平，然后而且国内的鞋质量都很好很软。这边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是怎样的鞋，就是非常非常平的，而且就感觉走得不舒服，而且我穿那个鞋上楼梯的时候脚要抓到，不然的话它那个会松掉。所以说拖鞋的话也一定要带。其他东西的话，我刚刚有讲到这边是英国的一家服装店，非常非常大，在欧洲所有的地方都有连锁。然后你去那里面买东西其实都非常便宜。刚开始我学生的时候，我都是在里面买的，因为这边你像 T 恤都是10几块人民币。或者是更低，你都可以买到。然后像外套，其实你都可以买到。外套的话，可能70-80人民币你都可以买到，而且种类更新很多，有点像，我不知道哦，对，应该有，因为我上次在国内有去 H&M， 就是那种快时尚的店。其他的我觉得在这边你都可以买。如果你有位置多的话，行李箱有位置多的话，可以多添几件衣服，你省得再去买。但是基本上你想在这边买的话，这边都很便宜。然后刚刚那些东西的话，是我觉得在这边你买到的质量不会很高，所以要自己最好是带一下的东西。然后再看下一样吧。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文具类的。其实文具这边不贵，但是我建议要带的原因是因为你刚来，你熟悉一个新环境，你不知道去哪里买，所以说大家带一些比较方便一点。而且文具这个东西它的消耗度很低的，所以说你带一点点的话，基本上你可以一直用好几年。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带的是，因为我觉得这边的笔记本非常难看，所以说大家可以带几本，而且笔记本稍微贵一点点，因为笔记本大概这么大的，就是非常大的那种，大概是要4-5欧或者是5-6欧。然后另外一个是计算器，就小小的那种科学计算器，大家可以带一个，因为这边的话也是80欧左右吧，可以省一点点钱。另外一个部分呢是生活用品类，然后第一个我建议大家带一些插座板，就是大家最好是买万能的，因为这边是音标，然后买万能的你可以插中国标，然后音标的也可以，你到时候出去欧盟国家旅游的话，也可以插那种欧盟的标准的那种万能插座。另外一个是
万能插座，还有是转换插头，就是也建议大家买万能的转换插头，因为你来这边的话，你肯定有机会你会去其他国家，然后爱尔兰和英国是只有这2个国家是用英标的，然后你去任何其他国家又是一个欧标，非常麻烦，所以说大家带一个万能的比较方便。然后另外一个生活类的是电饭煲，我之前想说，因为电饭煲的体积还是稍微比较大的，然后我之前想说不带，后来我还是被我爸妈强硬的塞进了行李箱里面，才发现一定要带，因为电饭煲的作用太大了。第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之前的视频，有讲他们这边的饭啊，他们这边的食物基本上是三明治。你刚来的时候，你其实是非常想吃饭的，所以说电饭煲非常有用。而且电饭煲的话，我还有用来它做火锅之类的，反正是非常有。大家买一个小小的1到2人的，买一个比较质量好的，其实塞一下行李箱占用一部分，还是非常值得的。另外的生活用品类，像我觉得大家要带一个小的针线盒。我好像只用过1次，因为是有一件我非常有意义的衬衫破了，然后其实最后也没有补好，因为我从来没有补过。但是我觉得女生的话可以带一下，其实也有买了，还是那个概念，就是说你刚开始想把一些东西都带齐，省得你刚开始不知道去哪里买，而且肯定是很便宜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带的是指甲刀。指甲刀的话，我有去中国超市看过，其实我都没有看过有哪里有卖。然后我带的是那种小小的那种，然后有一个掏耳朵的，叫小棍子。另外一个是美白产品，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对女生比较有用吧，因为美白产品我知道的原因是有一位同事，我正好回国的时候，他问我，他叫我在国内的话帮他带一些美白产品过来，像一些什么霜之类的。然后我就有问他，我说这边难道没有吗？他说这边基本上没有，因为你知道老外的话是属于喜欢那种古铜色，他们是有晒的，要去晒黑的，有晒的那种店的，所以说他们基本上美白产品是很少的。所以说这一点应该是给女生朋友，如果你喜欢美白的话，这边其实产品会很少，大家可以带一下。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小小的吹风机，我觉得比较有必要。第一个是吹风机这边其实稍微贵一点点，也不是很贵了，大概10几20欧，大家带一个小小的比较方便。旅游的话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大头，我觉得是眼镜。有近视眼的朋友，或者是其实配墨镜其实这边不贵，因为墨镜的话你买一般的其实不贵的，但是你要配有度数的眼镜的话，其实是很贵的。这边配眼镜的话，大概如果你想配好看的，你知道框好看的，有时尚感、有设计感的，其实都要到200欧左右。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带2副，然后1副备用。如果太阳镜的话，大家开车的话配1副有度数的，因为这边你要去配的话都是会很贵的。其他的话基本上生活的就是这一些，然后看看下面还有什么吧。另外一个部分呢是行李箱，就除了你自己那个很大的行李箱之外的话，我建议大家额外带一个小小的行李箱，因为你来欧洲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人都避免不了要出去玩，然后你出去玩的话，你就可能一定会订到瑞安航空公司的机票，然后他们航空公司呢，如果你加6欧的话，你可以去直接提前上机，然后他提前上机的话，他有规定行李的规格哪一些可以带上去，然后跟大家讲一下买的那个小行李箱的规格，我这边有做记录，是你的那个小箱子的规格是55乘以40，然后乘以20，然后最重你可以到10千克，等于是
你上瑞安的话，你这个小行李箱是可以带上飞机的，而且是免费的。但是免费的前提是你要加那6欧的提前登机的那个，其实是很划算的。然后另外瑞安的话，它的那个小包包的话也是可以免费带上去的，是40乘以20，然后乘以25，基本上如果你买瑞安，你这2个是可以免费带上去的，然后非常方便。如果你要去1周的话，我觉得一个小行李箱是避免不了的。既然说到旅游的话，我觉得我提一下，就大家可带可不带。既然我说这一个视频是全网最全的，所以说我还是帮你们考虑的比较周到。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带一张信用卡，因为纯粹是以防万一。假如说你没有现金，或者是你在没有办这边当地卡之前的话，你可以用信用卡先稍微用一下。其实用到的机会不大，纯粹是以防万一。另外一样东西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偏门的，但是可能适用于某些人，但是对我的作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作用是非常大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听我讲这个故事，我会稍微讲快一点。就是说，我基本上刚来的时候呢，会经常做噩梦，然后我会感到有一只手，然后从我旁边拍我，就在我睡觉的时候，然后我会突然会吓醒，或者是突然在梦里面一直挣扎，然后醒不来，会有几次。然后我有打电话给我妈，我妈叫我把那个扫帚倒放在我的床头，然后我做了以后的话，有一点点效果，但是还是会有些时候会做噩梦。然后我有一次上班的话，我有跟一个同事，他是台湾的，然后他就给我了一张符，然后自从他把那张符给了我以后，我基本上就没有噩梦了。到现在为止，那张符还在我的钱包里面，等于是我是随身带的。我同事说他那张符是，你知道台湾是很迷信的，他是说他阿嬷在庙里面有稍微求过，稍微开光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符是长什么样子。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符，这个符一直藏在我钱包的这个夹心里面，然后是这样子的。我从来其实没有打开过，我觉得打开应该不好，但是我觉得有了它以后的话，不能说很顺吧，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而且有了它以后的话，做噩梦基本上消失。然后说到这个符的话，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相信，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有必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其实这个钱包在健身房里面有丢过，是我走的时候，忘记把它放回到我的包包里，然后这个就在那个板凳上面。然后我其实里面当时钱不多，可能就10欧吧，一些零钱，然后卡就是一张银行卡，当时有被盗刷啦，但是这个是题外话，当时有被盗刷。但是很快就可以，因为这边手机一锁，然后银行也赔了钱。我当时最可惜的是，因为这个是我在非洲买的第一个钱包，所以说对我的纪念意义很大，很多回忆都是这个钱包，而且很耐用。当时我回去找，然后非常非常沮丧，我说我钱包我用了跟了我很久很久，跟了我10几年的钱包。后来我没有找到，然后。最后我去上厕所，在健身房上厕所，竟然在健身房的厕所里面找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把钱包摊开，当时就在那个健身房里的，而且当时你知道我们的健身房是有一个就是男厕是一排排站的男厕，还有一个是可以去蹲大号的。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去了蹲大号的那唯一的一间，然后这个就放在那个蹲大号散开，然后卡是没有了，然后里面其实我里面还有这个公交卡啊之类的，就是没有用的卡都在，然后符也在。我当时就说，哇塞，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我就觉得哦，这个符真的是有保佑到我最心爱的东西。其实丢那10几块钱无所谓了，丢40、50块钱都无所谓。其实最心爱的我是这个钱包，是这个回忆。然后这个符是真的是我感觉是有把它保佑下来。所以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庙里求一个，我觉得挺有用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可以在评论下面聊一聊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件事情是什么看法。另外一个也算比较偏门的吧，但是既然我标题下得这么狠，最全，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经历吧，就是出生证明、犯罪证明，还有单身证明。这些的话会在什么时候有用呢？会在你结婚的时候有用，万一你在这边碰到了真命天女或者是真命天子呢，你就不用回去再跑一趟。然后，还有什么时候有用？还有那个在你想加入这个国家的国籍的时候，一般出生证明都要。所以说大家可带可不带，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然后另外一个大家不要光带出生证明哦，因为这边你一定要去国内的公证处公证，就是说你要有中英2个版本，就是上面会写什么什么什么市公证处，然后有那种章子，只要有公证的话，你那个文件在国外基本上都是有效的，这个是非常偏门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应该是算积攒你人品的，我建议大家带一些小礼物。像就是那种小的伴手礼，像我建议的是小甜品啊、小茶叶包，就小小一个，你可以送人的。然后还有像什么中国结啊、什么中国锁啊，或者是剪纸啊之类的，就是小小的。然后带的理由是我刚刚讲的是攒人品的，就是说你刚来的话，说实话，你真的会碰到有一些帮助过你的外国人，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可以去送别人。第一个我觉得应该大家可能会比较有感情的，可能是寄宿家庭的那个寄宿的，你知道妈妈或者是爸爸在那边寄宿的家庭的妈妈爸爸，然后大家可以带一下，可以送一下，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之情。而且你像以后同事或者是玩得好的或者什么，你可以送一点，我觉得是属于积攒人品的。其他的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些东西要带，然后又有疑问的，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可以跟你大概讲一下我的经验。另外一个呢是药品类，药品类我只能讲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的话，药品你可以带一些，不需要带太多，就带一些。过渡一下，还是我讲的，就是你刚来的话，你不知道周围是哪里有商店，哪里买什么，带一些过渡。我记得我带了其实蛮多的，但是你知道，其实大家出来都很年轻，基本上都不会生什么病。然后我带了很多也浪费掉，因为你过期的话你也不能再吃了，然后会浪费。而且我在这边待久了的话，其实我更倾向于买当地的药，我觉得。质量会稍微好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经常用那个眼药水，我觉得当地眼药水比在国内的质量会好很多。这个是我对于药品的这个建议。然后另外一些，我觉得我当时犯的错误吧，我当时有带一样东西，我现在是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我当时有塞一个小小的枕头，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床，没有自己的枕头，睡不着觉的那种人的话，你可以带一个，比较方便你刚开始知道过渡。我自己其实睡是很深睡的一个人，所以说其实我不需要。然后还有当时我妈叫我带被子，如果我把被子带来的话，基本上整个箱子基本上就塞满了，还好我没有带。所以说被子枕头的话其实不需要带，因为就去我刚刚讲的那一间超商，叫 Pennies， 去里面买非常非常非常便宜，可能10几人民币你就可以买到，或者是被子可能稍微贵一点，可能也就20-30人民币
你可以买到，或者30-40你都可以买到一个小小的被子。这个不需要带，因为非常占地方。另外一个对，还有一个是我当时，我也不说当时，就是说我其实每一次都有带香肠，就是那种辣的香肠啦，因为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香肠是不可以带的。我第一次是不知道，然后我就这样带过来了，然后第2次我是知道了，但是我说因为想吃家乡的味道，所以说就带了一些，就觉得缴了也无所谓，如果带来是最好。也带过来了，然后我现在基本上每年回去的话，我都会带一些家里做的香肠，从来没有被搅过。所以说这个跟看你自己的感觉啦。我是觉得检查我的几率不大，就算检查到了没了就没了吧，反正就几根香肠，万一带来的话，可能就是你1年可以垂涎的味道，你懂我的意思吗？另外看一下，另外就是零食类，我觉得大家可以带一些，不要带太多，也是属于过度。然后另外跟你们讲，在中国超市的话都有，我自己比较喜欢吃辣条，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喜欢吃辣条的，这边辣条的种类不多。我记得我在国内吃的有一个牌子叫哥哥吧，我从来没有看过。然后我就很喜欢吃那种辣的东西。然后这边的话，辣的食品不多，但是基本的零食啊，像什么饼干、浪味仙、上好佳、咪咪，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八宝粥，还有我们国内的旺仔牛奶，就是基本的那些在市场上的浪味仙，我也很喜欢吃。基本上在市面上的那些，还有那个老干妈，你都这边都有，而且挺好吃的。说实话，我好像没有在国内吃过老干妈，但是在外面老干妈是必买的，就是一定要在我厨房里出现的。所以说，其实都有，就说。零食的话，这个概念是你带来过度，你刚开始不知道去哪里买，你带来称一下，然后没有必要带来占地方，因为有些更重要的东西你要放在行李箱。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些，就是说你有地方就当然带啊，就不需要再买了。如果你没有地方的话，你先紧那些重要的，像电子产品啊，像那些重要的东西放起，然后看它重量合不合规。基本上，上面讲的就是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然后我上网搜了一下，然后结合在一起，跟大家分析一下哪些东西是可带可不带，哪些东西是最好是一定要带。还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指南，只是说一个建议，然后是我一个过来人的一个心声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下面的我不知道现在已经录了多久了，应该太长了，大家也没人看，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就打到此。然后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一边的话，已经看了这么久的话，我觉得你要按一下左边或者是右边的那个，帮我按个赞吧。因为这样会帮助我的频道成长，然后也会激励我做出更好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下面其实还有部分是属于生活篇，是属于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还有学习篇，怎么学英文，怎么跟其他老外交流。然后我觉得生活篇很重要，很大一篇。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加在里面的话，今天可能要到40-50分钟都讲不完。然后我还有跟大家推荐一些 APP， 还有一些交通篇，大家下飞机的话，大家怎样去市中心。然后还有很多内容在下一期里面讲。然后今天这些食品类啊、必备物品类啊，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然后的话，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写在下面我没有覆盖到的，可以写在留言区，大家可以交流。然后今天就这样吧，拜拜。